Hello， 大家，我现在来到了台南的永康。永康位于台南的南部，是台南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印象中，吃牛肉是来到永康必不可少的行程之一。当我做功课的时候，发现又酥又香的老面烧饼，广受好评的港式点心，大开眼界的化石博物馆，还有环境清幽的永康公园，也是来此必不可少的行程安排。旅客们，本次列车即将到达台南永康。我现在身后就是台南的永康车站。永康车站它原本是很低调的一个车站，但是后来它和保安站共同发行了一张永保安康的纪念车票，而名声大噪。摄影师告诉我说，以前永保安康这个纪念车票很火，他说他以前小时候都来坐过。那我们先从这里就开始出发吧，去看看永康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Let's go！ 永康人口稠密，工业发展较多，美食和景点自然也不少。若只有一天的时间，那就只能有取有舍，做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选择。三鹤烧饼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人气排队王，1493条评论有4.3颗星，几乎都是在说他家的烧饼有多好吃。抱着好奇的心态，一大早我就驱车前往。运气很好的是，几乎没有怎么排队就买到了；运气不好的是，我买了3个葱饼，1个芋头酥。我本来想买1个地瓜酥的，可是地瓜酥剩最后2个被我前面那个买走了，没有买到限定的地瓜酥。葱烧饼是一次1个人只能买4个，然后刚刚尝了一下，它的面皮跟我们平常吃的那种葱烧饼不一样，它面皮比较像面包的那种，比较软，比较厚一点点，吃起来的话味道是有一点甜咸的，我觉得还蛮合我的口味的，还蛮好吃的。它上面这一层芝麻我觉得很香，这一层芝麻完全是点缀的那种作用，它吃起来有一点像在吃那种葱面包的那种感觉。我虽然是不吃葱的，可是这种葱它是焖得很熟的那种，我可以吃。就是我是不喜欢吃葱的那种腥味。我看到前面草地上一朵一朵白色的，应该是蘑菇吧。买烧饼的附近没有什么可以休息的地方，但是距离3公里处就是永康公园。在这里有池畔，有凉亭，有竹木，有步道，整个公园都是被林木环绕的。走在树荫下，还能避开火辣辣的阳光直射。这是永康公园，这里面还蛮漂亮的，主要是它绿化做得非常的漂亮。然后看到这里有一个金国行馆。他说是金国先生在台南地区唯一的行馆，所以叫金国行馆，就是这一栋很朴素的样子。然后这里还有就是永康公园以前的样子是这种。永康公园以前叫云山农场，由于是军方用地，不对外开放，后来规划为公园后，保留了旧有的山坡地形和跌水道设计。每当雨季来临时，雨水会顺着管道跌入跌水池里面，再沿着跌水道流到荷花池。据说在荷花盛开之时，来到这里可以一饱眼福。看，地上有小狗的脚印，好可爱呀！这边在公园里面写有一个网球基本功传授免费，这种应该就是那种退休的老师或者是网球爱好者在这边来免费教大家打网球吧。一早来到永康，吃个烧饼当做早餐，吃完后在公园里面散散步，但好像还缺一个唤醒仪式。回到了早上买烧饼的地方，在这里要来喝一下咖啡。永康的一街咖啡是星宇航空认可的一间咖啡店。我在网上看到说，星宇航空的董事长到台南出差时，因缘聚会造访了一街咖啡，并认可一街咖啡的品质和老板的职人精神，所以决定将这个味道带上飞机。
我点的是伊索比亚果丁丁，很有好感的是冰块是用的大冰球，保持低温的同时又不会因为化得太快而影响味道。我平时很少喝拿铁以外的咖啡，就是因为怕酸味太重和太单调。可是这一杯我觉得还蛮厉害的，虽然第一口仍然会觉得很酸，但是后面越来越轻盈，感觉是很新鲜的汁水在不断往外冒。休息一下后，口腔里又有点麦茶的香味。还点了一杯拿铁，和牛奶的香浓完美融合，也很不错。大湾是永康最早开发的大型聚落之一，沿着大湾路进入大湾里，一座大庙就出现在了眼前。现在我在的这边是大安的广护宫。广护宫这么大一个庙，应该是这边的信仰中心吧。它创建于1679年，它经过多次维修，还是在原来这个地方，地方没有改变的。它里面供奉的是广惠圣王。广惠圣王就是东晋的谢安，是台湾比较少见的拜拜的主神。谢安他是东晋的一个丞相嘛，文武双全，所以我在网上看到说，有很多考生在考试之前都会拿准考证到这边来拜一拜，然后做生意的人也会到这边来拜一拜，就是保佑生意兴旺。这个庙还蛮大的，很大气的一个庙。在宫庙的旁边有好多家卖花生糖的，据说永康这边花生糖也很有名。广护宫因为是大湾的大庙，所以在周边形成了几条热闹的街道和名产小吃。除了花生糖，肉桂也算是其中之一。距离广护宫600米处就是一家隐藏版的肉桂，这个隐藏版可不是我说的哦，招牌上写的就是隐藏版。不用辣，谢谢。这一家在网络上被评为来到永康必吃的一家桂，然后刚刚我吃了一颗，我觉得它跟我在关庙吃的桂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关庙的桂就两面煎的恰恰的，然后加了一颗蛋，一点点的酱汁淋在上面，你可以自己加一点那种蒜泥酱再淋上去，就吃起来口感和味觉都非常的丰富，而且吃起来很香，因为煎的恰恰的。然后这个桂的话，就是它比较软一点，它是一小颗一小颗的。淋了酱汁过后，可能它是煎的比较脆，但淋了酱汁过后，感觉就把那个脆给掩盖掉了。那它这个桂里面是没有包肉的，它的肉是在酱汁里面这样淋上来的。然后当你一打开的时候，就全部是满满的那种料的香味，还有蒜香。我加了一颗蛋，然后这样一个小份是55块，他家不能内用，只能带走外带，所以我们就找了个地方在这边来吃一下。这个停车场应该是我见过最便宜的停车场了，你们看，它半个小时是免费的，然后每30分钟是10块钱，12个小时内最高50。然后使用行动支付的话，还可以打5折。吃完肉桂，先别急着离开大湾，都到台南了，怎么也要去喝碗牛肉汤吧。在它的600米处，就是一家汤头鲜甜的牛肉汤。牛肉汤上桌过后，第一时间就要先把它捞起来，不然泡在里面会泡软。好，谢谢。还有一个，我也可以放。可以可以。芥蓝炒牛肉，开吃。先来喝一口汤。汤头好清甜哦。我觉得汤头好喝，里面的姜丝应该也贡献了一小份功劳，带出了一点点的清雅的味道。感觉喝了汤下去，一下子就开胃了。牛肉，它的牛肉
稍微有一点点的嚼劲，可是吃起来非常的香。吃到后面有一点点的那种奶香味，带一点蘸料。哇，它蘸料也非常的好吃呢，好鲜哦！芥蓝炒牛肉，它这个芥蓝好厉害，再来一口。我点的2份菜，芥蓝炒牛肉和高丽菜炒牛肉都很不错。大火快速翻炒的牛肉和蔬菜，口感和颜色都维持在了最佳状态。蔬菜吃起来清新爽脆，牛肉滑嫩鲜香。我觉得在吃牛肉的1级战区很难吃到不好吃的牛肉吧，只是看个人口味的选择罢了。真的，一出来开始拍影片就要找全家。这么热的天，一定要在全家里面中途来休息一下。而且我觉得全家真的是越做越好了。它那个菜单荧幕上面就不光有中文哦，还有越南文啊、印尼文啊这些。而且刚刚收银的那个小妹妹也是越南人，她这里写了一个“我是越南人，中文正在实习中”，然后她也做得很开心的样子，然后笑脸迎人。我觉得看到这种就很开心。我到这里面来，今天就很想吃一颗茶叶蛋，所以就买了一颗茶叶蛋。我要把蛋黄给摄影师，蛋白留给我自己。蛋白。这期影片收到了1BC 好灵光白金蛋白的邀约。现在我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台湾，1年中拼拼凑凑可能有1个月的时间会回重庆陪陪爸妈。但最近几次回去发现，以前力大无比的爸爸帮我拿行李的时候越来越吃力了。喜欢跳舞、喜欢运动的妈妈，体力也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好像我没陪在他们身边的这些日子，他们在慢慢变老。上次回重庆之前就收到了1BC好灵光白金蛋白的产品，希望爸妈用了后可以健康长久，陪我更久。随着年龄越大，蛋白质和肌力的流失速度就越快。除了从日常饮食摄取外，也可以靠保健品来补充。白金蛋白使用的是世界大厂的优蛋白，可以促进肌肉健康，添加了 PS0 自烯色氨酸，保持灵光清晰，不怕忘东西。还有独家萃取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糖聚肽，帮助提升保护力。以往每次回家，我都会帮他们买一点补充营养的保健食品来吃，但他们吃过几次后，觉得味道和口感不是很满意，就没有坚持下去。但这款白金蛋白的味道还不错，用开水冲泡就会有淡淡的奶香味，还是100%无添加认证的，完全可以放心喝。也可以使用牛奶或者豆浆来冲泡，口感喝起来也会更浓醇。比你原来那些口感要好得多。这样小小一包就相当于有1.5颗鸡蛋、61克鸡腿肉的蛋白质、3杯牛奶、21杯豆浆的钙质，营养全部浓缩在这一包里面，很方便。距离爸妈第一次喝白金蛋白也有1个多月了，他们说白金才好，这水面啊，水面啊，湖水里面的好。啊。那是我买的哦，要这个船呐。我都在台湾买好，等到你们过来。要得，我过段时间要过来就是哈。啊，过来都直接在那边来了。要得。妈妈那个眼睛画得像孙悟空一样。父亲节快要到了，有兴趣的朋友推荐给你们白金蛋白，送给爸妈补健康。更多详细资讯购买链接我放在下方资讯栏哦。还有一个隐藏喝法，就是用牛奶来冲泡，加一点香蕉，加一点芝麻，这样子把它搅拌在一起。香蕉牛奶。我发现在台湾有很多卧虎藏龙的民间高手，他们可能身怀绝技，可能思维独特。永康的大地化石矿石博物馆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50年了。50年，哇！这馆开30年了。哦。然后，所以你们就把这些集中起来，然后向大家展示出来。它是收集很久嘛。那个30年前就把那个整理，把它分类，然后陈列。是从世界各个地方收集来的。这边是外国的，然后中间那排都是台湾的。都是我们左镇还有那个澎湖海沟的。澎湖海沟的。对。
啊，这个是象头，这个是上颚，啊，那个旁边那个是下颚。那你们是本来就对化石感兴趣，这样去收集而来？哦，收集，然后要收集很多，才能够分类。对。要不然都是，大部分都是重复的，有的是比较不完整。就把比较完整的，比较特殊的陈列出来这样子。所以这只是一部分。那边是矿石，这边是化石，这边有些是国外是向人家买的嘛。大地矿石化石博物馆是一座私人博物馆，门票仅需50元就可参观，馆长也很热情，会帮忙介绍。馆内不大，但却收藏了很多很美、很有意思的化石。这是海胆，海胆，还有心形海胆，像星星的形状。哇，这个心形海胆，贝壳嘛贝类，这破开就是内底有气室，空气的气，你储存水分顶了，排水铺开，所以潜水艇得用这种原理去做。所以第一艘潜水艇叫做鹦鹉螺号，就是这个，上早就是鹦鹉螺嘛。然后发展做这种的。贝壳的种类，上面是我们台湾的，这是外国的，是采斑菊石，像加拿大的国宝，哇，你来看也闪烁，对，好漂亮，宝石化，馆内分为了化石和矿石2个部分来陈列，可能对于不了解化石的人来说会有点不知道在看什么，但是如果把它生活化，再联想到板块运动以前的样子，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了。你们看，这里是嘉义的出口，这个海胆的化石，然后这边是莲花扁海胆，也是嘉义的出口。可是有一个很神奇的是，你们看到玉井海胆化石，然后甲仙透孔海胆，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山上会有海胆的化石？可能就是台湾以前就是这样2个山这样隆地块的运动嘛，这样隆把它堆积成，然后中央山脉这样上去，所以山上才会有海胆，甲仙才会有海胆的化石。这样推测应该是对的吧？你们看以前的蛤蟆，2个应该有我4个拳头那么大，这么大一颗，一颗就可以煮1锅汤了。现在有多少颗蛤蟆才可以煮1锅汤？这个也是甲仙出土的。哇，甲仙又产海胆，又产蛤蟆，都是一些海产物呢。恐龙蛋。澎湖水道出土的鲸，这个是鲸，它的脊椎。哇，我到目前为止一个小小的感受就是，台湾很多的化石好像就产自新化、澎湖这2个地方，还有左镇这几个地方好像是最多的。就目前这个馆内出土的是最多的。这里有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它画圈的这个地方就是澎湖水道，然后这边是台湾嘛，然后这里出产的化石是最多的，什么象啊、这些鲸啊，这些都是在这个地方。紫水晶，希望大家看到这个都可以发财。紫水晶是旺财的嘛。玉曜石，哇，好漂亮，好剔透哦，里面那个蓝玉髓，这个就是我在网络上看人家开石头的那种盲盒，一切下去，然后它里面就是那个很漂亮的花纹就出来了。你要去观赏哈？对，我要去观赏。他们人好好哦，还接伞给我们打。突然下起了雨。从博物馆出来后，想到最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家葱油饼，都说很好吃，必推，而且还可以加半熟蛋。一想到半熟蛋浓稠流心的状态，就很想要去试试看。可是我在网上看到说他们家的蛋很有特色，是那种流心的半熟蛋。然后我去买的时候，我就跟老板说，我说我要那种流心半熟蛋。老板就说现在的蛋都没有办法做那种流心半熟蛋，然后就给我的这种蛋。可是我明明出来过后，我看到它
那个招牌上面的图片上面都是推荐流心半熟蛋，它那个图片上面都是那种，我就稍微有一点失望。可是他们家是好吃的哈，有一点甜甜的那种，脆脆的，可能就是这两样加在一起都不是我期望的那个样子，所以稍微有一点点的失望。在永康的街上走来走去，会看到很多的铁路平交道。用以往行走南部小镇的经验来说，有铁路的地方大概率就会有糖厂。一查才知，永康的糖厂发展于1906年。1906年的时候，英商到这边来建立了糖厂，然后后来日本人来到这边过后，在糖厂里面就建了这个神社。然后再后来，国民政府到这边来过后，又在神社前面修了图书馆，然后也有一些邮政的服务。那现在都没有了嘛，糖厂就留下神社的一个遗址在这边了。那糖厂是因为随着行业的波动，糖厂也慢慢的没落了。然后这个神社我搜了一下，它算是在台湾保存的比较好的一个神社。这边前面还有它的一些介绍简介。你看这里就写了，神社上面的木造结构已经被拆除了嘛，留下了它的基座，包括本殿、鸟居、水手社。前面这个柱子上写有昭和6年5月建制。从三坎店出来，回到市区的正强街上，一眼看去全都是林立的餐饮店。但要说这条街上的人气美食，应该就要提到林银发点心专卖店了吧。虾子拉面，它的酱油味道好香哦，然后味道非常的足。我点这一道，我就是想吃这种面，这种面吃起来稍微有一点硬，有一点韧性。面条根根分明，爽滑劲道，酱汁是咸香微甜的。再看看皮薄馅饱的云吞，我以为可以一口一个，但是咬下的时候，因为内馅太丰满了，还是要分成好几口才能吃完。牛肉肠粉，它外面这层皮好 Q 弹，好 Q 弹哦，里面的牛肉弄得很细很细，加了一点那种香菜、芹菜的味道，还蛮香蛮好吃的。觉得它肠粉外面这层皮吃起来有一点像在吃台湾的某一种桂，可是它要比桂的那种口感更软一些。牛肉肠粉的牛肉虽然是切成碎末的，但是肉量还蛮多的。肠粉的皮比较厚，不会黏黏糊糊的，口感很滑顺细腻。蘸一点酱之后，吃起来就很鲜美了。要选出这一餐的高光时刻的话，我觉得萝卜丝酥饼可以名列前茅。咬破酥到掉渣的外皮后，里面是清香咸鲜的萝卜丝，层次分明，酥松鲜香。它是吃得到萝卜的那种一丝一丝的。我们还点了凤爪、排骨、烧麦和蒸饺，都是好吃的，但相较于前面几样来说的话，惊艳程度就差了一点点。今天我不是来拍永康吗？然后朋友就发信息问我你今天拍哪里？我说今天拍永康，他就问我你有没有遇到苏永康？我说这次没有，下次可能有机会吧。看我又回到了永康车站这里，然后这一集小影片就到这里就结束了。还喜欢这集影片请一定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们下集再见，拜拜！记得不要切掉，后面还有精彩的，拜拜！对，我想要那个车票，就是永保安康那个一张。哦，谢谢。它是几点钟的呀？哦，谢谢。这一集的彩蛋是在结束拍摄后，我去坐了一趟永保安康的列车，收藏了一张美好寓意的车票。拜。